剛才我們在經過這裡的時候啊，我就用無人機發現呢，在這個村落裡面啊，竟然有一棟佔地規模還蠻大的老宅。它不僅是這種青磚瓦牆的修建，而且關鍵最獨特的地方就在於在頂上啊，左右兩邊呢，竟然有像過山車造型一樣的這種建築風格。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大耳朵房子嗎？你以前有見過嗎？有見過，在照片和視頻上面看到過。哦，你看在那個耳朵上面好像還有一些石槽。你知道那個石槽有什麼作用吗？不知道哎，應該是排水吧。所以这樣的一個耳朵啊，它不僅有排水，在過去可能還有那種防火的功能。上面左右兩邊啊，還有那種雕梁畫棟的一些浮雕啊，或者說繪畫吧。不過現在已經都被塗抹，看不太清楚了。這就是典型的嶺南風格的建築了，在過去的川渝地帶啊，很少看得到。所以我今天還是第一次啊，看到這樣的建築，真是顯得特別的氣派。走，我們進去看一下。老宅下面的這個石板上面啊，還放上了一個香台，裡面有一些香燭吧。看來過去啊，應該是來祭祖，又或者說是來朝拜吧。這就是它的大門，這木門的高度大概有4米左右，底下也是一個很高的門檻，再跨過来。你看這老宅的中庭，嚯，木質的鏤空窗雕。是不是挺講究的？左右兩邊都有房間，下面有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。長方形的，這房間估計有7、8個平方米左右吧。上面閣樓，看一下那邊。哎，剛才我說沒有木門呢，啊，這塊木門啊，還有，左邊的已經沒有了。看這木門的高度，非常的巨大。在過去啊，這木門可是朱紅色的喲，它的厚度大概有10厘米左右了。你在木門的上面啊，還能看到有一些山水畫。左邊的那一幅山水畫呢，寫上了東山煙雨。中間寫上的是“隱伏歸堂”，一筆是一個老人家和一個童子啊，好像在湖邊有說有笑的。右邊寫上的是“秋山煙雨”，然後是一個人啊在划船嘛。那是不是畫的春夏秋冬啊？哎，好像有這樣的感覺啊。東山煙雨、秋山煙雨，還有夏山煙雨和春山煙雨。我估計夏和春呢，應該是在另外的進門處吧。因為這一面上面畫上的是菊花吧，上面還有龍，右邊是牡丹嗎？牡丹，對，沒錯，牡丹，非常的漂亮啊，這是一幅春機盎然的景象啊。這裡還有木梯，哦，這木梯啊，還可以上到2樓。我看這邊。又有人來挖過寶，哇！這裡還有這樣的木箱哎，我還真是很少看到。你看這個木箱的外面還包上了這樣的一些東西，就是像中墊吧？對，上面好多的蜜蜂。我得上去看一下。哦，这上面啊是空的。你看这建築結構，就這樣的。走。
你的牆的上面啊，都有很多的水墨畫。這一面同樣也有，不過都被雨水啊冲走了。這是個中庭。你这個壇子，還是一個壺，都壞了。哇，好高的門啊！哎，哇哦，這裡面的房屋啊，特別的多，左右兩邊是通的。這是正堂，以前這裡一定是供奉着什麼，現在都沒了，只有下面這裡啊有個香台，這香台啊裡面插滿了香燭，這底下還有3個酒杯，酒杯都已經倒了，不過從身上的泥土來看啊，應該有很長時間沒人來了。上面好大的一個馬蜂窩，巨型的馬蜂窩。地上一床棉被。曾經這裡啊有一個小的木窗。這樣看出去的，你窗戶啊比較小，所以這個裡面的採光是比較差的。你現在看上去好像還蠻亮，但是這個2樓的隔板一擋上以後啊，這裡面就特別的黑了，所以就必須要用蠟燭啊，或者說是用煤油燈吧。这面也是一樣，破爛不堪。連這個缸，上面還有這樣的一些造型，可以這樣倒水的，有點年頭了喲。哇，你看上面，是不是這樣看上去還挺驚悚的？而且這上面啊，還放上了一些缸，都是蓄水的。再我們去那邊看一下，左右兩邊再過去應該是廂房吧。那個大石塊啊，都被掀翻了。看來以前過來挖寶的人啊，真是不少。这有一個木櫃，以前應該是廚房吧？廚房啊，或是伙房。沒錯。這外面，周圍在修一些房屋吧。很多的木头，
這裡同樣有一個閣樓，房間都差不多，都是7、8個平方米的長方形。周圍也有一些壇子，這木箱都破了。墙上這兒還寫了字嘞，梁氏祖宗。這一戶人以前過去是不是姓梁啊？但周圍並沒有任何的介紹。走。你看，我在這裡啊，發現了一個老物件。這樣的椅子，哇，這個椅子啊，在它的靠背上面，竟然能看到2個像天書一樣的文字。你認識這2個字叫什麼嗎？不認識哎。我也不認識，大家知道嗎？哇哦，這樣的椅子啊，這可有點年頭了哦。而且下面這裡還有一些雕刻，不算特別的精緻。但這樣造型的椅子啊，還真是蠻獨特的。後面有2個天書一樣的文字，而且是朱紅色的椅子。曾經見過太師椅，這個應該不算是太師椅吧？但是這樣的椅子啊，我覺得也算是一個老古董了吧。以前有朋友給我留言啊，說讓我去弄一個金屬探測儀，然後來到這些老房子呢，可以去挖寶。但我這個頻道呢，主要還是以旅行探險為主。那挖寶的話，看以後有機會啊，再開一個其他的頻道吧。你看這裡不是有一個現成的寶貝嗎？那這個寶貝，你看值多少錢呢？這可是一個老物件了喲。上面還有其他的一些水墨畫，左邊寫上了“富貴花紋一品紅”，中間是“山原及第”。從這些人穿的服飾來看啊，顯然是清代的官袍啊。那這棟老宅啊，我覺得應該就是清代的了。這裡寫上了梁氏宗祠，梁家人的吧？這面牆都被堵住了。去那邊看一下。繞來繞去的，都迷路了。这是右邊的厢房了，你这牆啊，都已經塌了。這牆是泥巴牆。木门也是朱红色的，那阁楼应该都是储物用的吧？这报纸是1965年的了，你这裡還有一塊鏡子。一個目鏡，都看不太清楚了，沒有什麼作用。到處都有很多缸。都差不多的格局。你那個閣樓上面，同樣也是有一個射擊的孔洞。
那說明這個老宅啊，在過去也是被改造成了某一個防禦的要塞吧？應該在民國時期吧。哦，这一面就出去了。你看這旁邊也是廢棄的。這裡呢？連通的。這周圍就並沒有看到其他的一些繪畫了。啊，這裡面堆放了好多的木材。里面還錯綜複雜嘞。對，哇，好多的蜘蛛網。稍等一下。然后随手拿起了一个钢管、钢棒，金属的。这是一个木柜，靠墙这样修建的。这一扇都已经破了。哎呀，出来了！在这個老宅裡面啊，逛了一圈，它裡面的廂房啊，真是特別的多。我們在裡面呢轉來轉去的，就感覺像是走到了一個迷宮一樣。你看，像在過去啊，如果裡面的那些房屋它的門關過來以後，對這個房屋不太熟悉的人啊，進去以後真是很容易迷路吧。但是我們在裡面呢逛了一圈啊，也沒有太多的發現，只是在牆壁上看到好像寫上了梁氏宗祠吧，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梁家人過去的老宅呢？畢竟它經歷了太多的朝代的變化，還有那些特定歲月的一些洗禮吧。現在裡面好多東西啊，全部都已經是面目全非啊，我們都也沒有什麼太多的發現，但是那個椅子啊，還真是蠻獨特的，還有上面的那些水墨畫呀，能看得出來應該是清代的吧，這是我們在裡面的一些僅有的發現吧。不過第一次看到這麼奇怪、這麼獨特的嶺南建築哦，真是蠻有趣的，你覺得呢？這個大耳朵房子真是百聞不如一見吶。百聞不如一見啊，那大家覺得呢？好吧，那這裡啊，也就是這樣了。那我是阿森，我是小森。現在呢，我們在這個偶然發現的嶺南建築，或說是大耳朵建築啊，那我們的旅行啊，又將繼續。那我們下期再見。